和尚，你这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吧？这年底任务重，要我说您去车上歇着，这学生都是交给我们就行了。一上午你给我当成一个指标的吗？学着点啊，本少就示范这一次。车开了，这几辆车拖走。和尚，这属于巡卫的管辖范围，这不归咱管吧？巡卫能管，我不能管吗？我问你，我能不能管？能管。拖，把车倒过来拖。好，我马上就到医院啊！哎，好。哎，兄弟，这是我的车。哎，小兄弟，我现在就走啊！哎，你这个车违规停放被扣了，3天后城管进交钱取车。啊，3天，我就在银行取个钱。小兄弟，你通融，我老伴儿在医院等着用钱救命呢，我急着用钱，好不好？你急用，这被扣的时候谁不急用？扣走！哎，不行！哎呀，小兄弟，我求求你了，你先让我把钱送到医院，回头你怎么处罚我都认啊！我老伴儿在医院，他真的等不及了。不好，病人的情况非常不稳定，不能再等了。规定限停10分钟，人家停了几分钟也不算违规吧？真按规定算起来，这事儿也不归你们管呢。我懂法是你们懂法啊！哎呀，求求你，我把这个钱送到医院，我就回来，我不跑啊！干嘛呢？哎呀，你们也太狂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是的，这个是侯氏集团的太子爷，不想诛鸡受罪，就别说。说什么嘴？再说嘴，连你一块收拾，我信不信？糟了，病人呼吸微弱，陷入昏迷。辅助呼吸器，准备除颤仪。家属还没来吗？小江在催。是。不行，再不交钱就来不及了。哎，等一下，站住！这钱哪来的？你又想干啥？车我不要了，行吗？我现在怀疑你这些钱是非法所得。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2万块钱，我老伴儿做手术急需用这2万块钱，你让我走行不行？哎呀，你看医院又来电话了，不信你问问。别以为4万找人可以糊弄我，赶紧给我证明！家属还没签字，万一出了问题，别动！证明不了你做着非法所得，老实待着。我能证明。来了，家属来了，我来证明，这钱根本不是他的。不，是我从取款机取的2万块钱，是我自己的。刚才提款机里面是不是出来4万块钱？是，我只拿了我自己的2万，其他的我没动呀。你搞错了，里面的2万块钱是你的，你的钱丢了。现在这个是我们银行的钱。不，这不是，是真的。再除，调到202。你还狡辩什么？我早就看出你有问题，光天化日给抢银行的钱，我先交出来。不是，这是我辛辛苦苦攒的钱，你们怎么就不能放过我呢？你什么态度啊？抢银行的钱你还有理了？松手！怎么是到了？怎么松不松？是我的？乱干什么？快把他们抓起来！来看！你看让他们打人呢。包拿来！不大没事吧？那都破了！肇事逃逸，给我抓起来！本庭宣判，被告刘玉梅犯非法侵占财产罪、故意伤害罪、差点让你跑了，妨碍，也不知道这次能给本少评个几等功。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一个收破烂的也敢和何家作对，我的陈岳母，你可真是不自量力呀！冤枉！我冤枉呀！
近日，刘玉梅案引发社会热议。1月1号上午9时，京海市一位60岁大妈公然抢劫银行，竟然只是为了2万元，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与此同时，正在附近执勤的何志伟第一时间将其抓获。据目击者称，嫌疑人刘玉梅反抗拒捕，并在骑车冲撞执法人员后逃离现场。哎，你看那是什么？这，你们直播那老太太吗？刘女士，您第一时间知道从银行里面多取出来2万块，为什么没有通知银行？我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没人接。那您为什么没有报警呢？报警还需要很长时间，可我家老伴儿他等不了，他要拿着钱救命。我家老公他等不了。妈，你快醒醒啊，爸！妈就要去坐牢了，你别再睡了，爸。他爸脑损昏迷了1年，本来都有希望了，结果最后医疗费没续上。大妈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抢的银行吧？大妈要是想抢银行，又怎么会天天在医院附近捡纸壳子卖呢？张主任说这药一断啊，老爷子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你快醒醒啊，爸！爸，你终于醒了，你快想办法救救妈吧！妈被……我知道了，子欣，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妈就去取个钱，怎么就成抢银行了呀？他们也不让我见妈，现在咱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办呀，爸？只要爸还有口气，就不会让人欺负你了。对了，医生2审判决的卷宗在你这儿吧？拿来让我看看。咱们家现在已经拿不出钱了，一般的律师都不愿意接。咱们只能申请法律援助了，但是他们都还没有回复。爸，后天就要终审了，再请不到律师，妈这后半辈子就完了。不用钱了，我来。爸，我知道你退休之前是教法学的，但这官司不比上课呀，不能凭着一时之气。终审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子晴，帮爸把那木箱拿来。这场官司有信息。恭喜王文勇先生成为最年轻的皇家律师，授 UA 正义勋章，加冕身子法袍。老伙计，再跟我战斗一回吧。吓我一跳，看谁呀？刘玉梅。不行，总审前家属不能探视。同志，您看清楚，我的身份不是家属，是辩护人。大爷，这是拘留室，不是麻将馆，我可没时间跟你开玩笑。走，回去吧，回去吧。我要求面见我的当事人刘玉梅女士。如果你要不让我进去，那我就依法起诉你妨碍司法公正。电视剧看多了吧你？走，再耽误我工作，我可要叫人了。我国刑法第309条规定，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阻碍律师依法执行职务的，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94条规定，工作期间态度恶劣。第243条、第275条、第293条，3年、5年、7年，这是我的相关证件，我可以进去了吧？大爷，你可以跪，你身上这身衣服不能跪。你醒了，好，真好。时间有限，你快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这辈子
能看见你好好的站在这儿就够了。玉梅，你快告诉我，你把那天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跟我说，越细越好，这样对我们的胜诉就越大。民不与官斗，穷不与富争，咱们斗不过他们，算了吧。不能算，人活一辈子图啥？就图个公道。你别激动，别激动，你身体好了，别激动啊！我说，那天我去银行取钱。Port。原告何志伟，被告刘玉梅，确认出庭。原告律师李峰是否出庭？李峰出庭。被告律师王文勇是否出庭？爸怎么还不来呀？被告律师王文勇是否出庭？他今天怕是来不了了。是否出庭？被告律师王文勇是否出庭？哎，老大哥，哎，老大哥，哎，醒醒，小梁，赶紧叫救护车。等等，11233，这是今天开庭的案子。梁，赶紧喊人把他扶我办公室，把医生请过来。肃静！被告刘玉梅，你是否要更换辩护人？审判长，再等等，还有1分钟呢，我老伴儿他一定会出席的。哎，李律师，我们刚刚在外面看有个老头倒下，哎，他是脑梗还是心梗来着？脑梗，吐了一地的血，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这就叫恶人自有老天收。不可能，昨天我们见面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他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妈，你冷静点，爸他不会有事儿的。老王，你可不能出事儿呀！你出了事儿，我可怎么办呀？这个法庭不是你家，少在这装可怜博大家同情。审判长，被告刘玉梅在法庭上当众喧哗，拒不配合，恶意挑衅法律权威，我方请求追加刘玉梅故意扰乱法庭秩序罪，追加无期徒刑。妈，这老头能不能行啊？看得我都急死了。我看他就是怕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喽。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关键时候靠不住。不看了。是我怎么了？哎，依次警告，被告请注意你的态度。老王，你一定不能有事儿啊！爸不会真的出事儿了吧？院长，庭审就要开始了，大爷他还没醒，这案子……倒计时，10、9、爸，你再不来，妈就输了。和尚，6，今天晚上准备去哪庆祝啊？4，师傅别看了，走。3，院长他醒了。2，沙哑大爷，告诉他们。1，现在开庭。紫袍，竟然是紫袍！他已经消失30年了，竟然又出现了！你是说我国史上唯一一个获得加冕的皇家律师是他？被告辩护人王文勇出庭。我就知道，一定会来的。皇家律师，
爸怎么从来没说起过呀？皇家律师失踪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呢？八成是他走了狗屎运，捡来的这一步。该不会是为了吓唬他们吧？但这一开庭，不都露馅了吗？我不管他是哪家的，他要么进去给我蹲死，要么让我死在这个法庭上。审判长，被告律师开庭后出庭，视为迟到面试法庭，我方请求取消他的辩护权，追究其法律责任。审判长大人，我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明确指出，开庭前应先敲击法锤，后宣判开庭。我进门时并没有听到敲击声，严格意义上说，不算迟到。原告诉求驳回。被告律师，请尽快回到你的位置上。我的个乖乖啊！不愧是皇家律师，一出场就把法官都上了一课，真他妈废！现在开庭！现在开庭！他要干啥？法庭上不让吃东西，他不知道吗？就是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还说什么皇家律师？我看他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老头，不行就别硬撑了，你这万一死在法庭，可没人负责哦。怎么回事？肃静！审判长，被告律师违反法庭规则，根据我国诉讼法第113条，请审判长责令其退出法庭。不知道我违反了哪条法庭规则？第7条禁食，不，第10条。错，是第17条。16年最新修订版第7条、第9条、第10条合并为第17条，庭审期间不得进食。你知道还吃，这是明知故犯。哎，这不是自己靠自己吗？这世界终究还是彻底颠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呀，爸？审判长，我请求将王文勇退出法庭。我打开了，但是并不要吃。但他原告何志伟从开庭到现在一直在嚼口香糖，藐视法庭法规。不，我练小鸡不行。可以，但是你违反了第12条职业着装规定和第20条侮辱诉讼人。审判长，请加以对何志伟的训诫，责令退庭。老东西，给我激动！和尚，和尚，坐下。以退为进，这招高啊！何止啊，这分明是在教审判长做事儿啊！审判长，被告律师多次转移话题，脱离案件本身。原告依次警告。被告律师，是不是我怎么发问都得你来指导我？抱歉，最后今天上官司是赢的。和尚，你放心，他那耍的都是小手段，真到事儿上就不顶用了。C2433正式审理，请原告方说明事实和诉求。审判长，被告刘玉梅非法侵占银行财产，被我方当事人撞见，多次警告后无果，竟然出现暴力抗阻，其过程致使我方当事人重伤入院，这行为相当恶劣，也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我方维持一审、二审诉求，请求判处刘玉梅有期徒刑20年。不是，请被告方答辩，并说出你的诉求。以上控诉均为主观意犯。肃静！我申请撤回一审、二审判决，还我当事人清白。呵呵，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之前的一审、二审判决法院判错了？难道你想连审判长都要告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所有证据都指向当事人有罪，除非有关键反转性的证据，否则终审呢是不可能改判的。别人打官司都冲着减刑去，他可倒好，2句话就把自己给撂进去了。嘿，你还别说，真没准让他找到什么东西了。被告律师，我有必要提醒你，如果上诉发言没有相应的证据，那是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我确定
其次，我要起诉第一大队何志伟无权执法、暴力执法以及故意杀人。这是法院的传票。故意杀人？我去，这么劲爆呢！放屁！这老头啥都不懂，罪名张嘴就来，这不瞎胡闹吗？今天我故意杀人？哎呀，老东西，这话一出，你今天可走不了喽。其三，由于金海银行的不实证词，导致我当事人被误判有期徒刑20年，再看守所长期滞留。我方申请金海银行赔偿我当事人精神损失费20万元。20万？他让银行赔他20万，他还不如直接去抢呢。虽然银行指控是过分，但自古以来都是他们讹咱们，谁能告得赢他们呀？是啊，咱们老百姓一怕告官，二怕告商。好家伙，大爷这一下子全得罪了。双方诉求提交完毕，现在请原告方出示相应的法律事实依据。审判长，我方请求传召证人金海银行经理张倩出场。人证物证齐全，这定死的铁案，何少，你放心，我一定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诉讼费我给你加倍，刑期有多少我加多少，我让他这辈子都出不来。待证人出庭。证人，请你如实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刚到银行就听到了提款机的报警信号，我出去一看，这个女的拿着我们银行的钱就往外跑，我又跑出去追她，追着就喊，她就不听。不，这不是抢，这是什么？不是这样的。张小姐，请问你在银行工作了多久？是什么职务？5年了吧，是金海银行的大堂经理。我被调到分行之后就没遇到过这种事情，肯定是他搞的鬼。那么之后你有没有告诉过他拿的是银行的钱呢？我当然说了，大家都听到了，这位先生也听到了，就他不听，提着钱就往外跑，我们拦都拦不住。不是这样的，这是银行门口的监控，证明证人供词属实。也就是说，被告刘玉梅明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银行钱的前提下，还是不顾阻拦的离开，已经构成非法侵占财产罪。这人证物证都在，这还怎么翻啊？装，继续装了，老头，看着稳的一批，这心都到180了吧？穿尿不湿没有？肃静，询问继续。张小姐，你在法庭上的回答是否代表金海银行？是否有法律效益？废话，要不我来这儿呢？你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是。请问，你有没有亲眼看到我的当事人拿了银行的钱，或者自动取款机的摄像头有没有拍摄到我的当事人拿了钱？那个时间只有他一个人提款。请回答有或者没有。没。反对，被告律师这是在恶意引导。反对有效。被告律师，请你注意你的提问方式。按照你们所说，自动取款机故障吐出400块，银行流水显示我当事人只提取了金额的2万，那么也就是说，我当事人拿走的是自己的钱，有什么问题？当然有问题。你发现钱多了，就应该第一时间的通知我们银行。聊天记录显示，刘玉梅在9点10分给金海银行打了2通电话，但均无人接。请问你们工作人员当时在干什么？我们偶尔业务繁忙，没有接也是正常的事情啊。他就算没有打通电话，也可以拿回去先替我们保管啊。保管？我国哪条法规规定公民有权利保管银行钱的权利和义务？反对，被告律师有意误导陪审团。本案的重点是被告人拿的是否是银行的钱。对，他拿的是银行的钱，丢的才是他的钱呢。
反对有效。被告律师，请重新提问。不错，我方当事人拿走的2万，的确是银行的钱。官司打到一半就认罪了，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官司打成这样的。木已成舟，估计老爷子也是觉得没戏了，想要放弃了吧？老头儿，现在发现是不是有点晚了？王文勇，就算你现在放弃诉讼，我们也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被告律师，你准备好了就继续。我方当事人拿走的2万，的确是银行的钱，但绝不是私自占有，而是代为保管。他弟弟胡说什么呢？我国虽然没有相应的法规规定，但是我当事人不忍银行的钱有失窃的风险，所以他宁愿不要自己的钱，也要保管好你们的钱。张小姐，那么我当事人保管好了银行的钱，那么银行则有更高的义务保管好我当事人的钱。如今他的钱在你们的监控之下不翼而飞，银行除了返还我当事人2万块钱以外，还要赔偿其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计20万元。这招牛啊！以牙还牙，总算有人能治治这群资本家了。反对，被告律师这是在偷换概念。偷换概念的是你们。审判长，只有弄清楚我当事人拿的钱到底是谁的，才能判断这笔钱是否为非法所得。反对无效。被告律师，你继续。你坐下干什么？我活起棍子干什么？怎么跟他找啊？张小姐，这笔钱到底是谁的？是银行的，不是他自己的。哎，我记不得了，到底是谁的？证人，请直接回答问题。应该是银行的。应该。审判长，证人证词前后矛盾，应该2个字属于主观推测。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证人作出的证词是猜测或评论性，不能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根据。证人证词无效，被告刘玉梅非法侵占，不成立。太好了！我方当事人突然身体不适，申请休庭。同意。本庭宣布休庭10分钟。700万，放弃上诉。别给我折磨！你不是说他什么都不懂吗？是那个银行经理的问题，上庭之前我都已经教他了，我发誓是他没脑子，一套就被人套出来了。他没脑子，你有吗？你废！告诉你，下半场如果再输，扒了你这人皮！何总，您放心，所有的视频我都删了，我一定不会让那个老不死的翻身的。案子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何总已经安排好了。对不起吧，儿子不争气，儿子被逼脸了，对不起吧。输了，就当我从来没有见过你。那个坐轮椅上的不是何氏集团的何总吗？他竟然亲自来了！你不知道啊，那个何志伟就是他的私生子，听说半年前刚找回来的。天哪，能让何总亲自出面，那100%赢啊！那一赢，肯定股票会大涨。不行，我得多买2股。Court， 全体起立。开庭。被告律师，请你提供新的证据。审判长，我方申请传召新的证人，还能证明何志伟案发当天暴力执法，多次殴打我当事人，我当事人并非故意伤人，而是紧急避刑。新闻不是说那女的打城管了吧？
现在的媒体为了流量，那是颠倒黑白。新闻不属于流量，新闻属于使命和担当。只要有疑点，就应该反复求证。走吧，师傅，我们去法院。电话那头的人是他，他怎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坏了，中计了！700万，放弃上诉。700万，在你们眼里，道德、良心、尊严、人民，甚至是法律，都是可以明码标价。我告诉你，还有些东西不是能用钱换来。正义一旦开口，权力和金钱准将沉没。周建华，你是否亲眼看到原告何志伟殴打我方当事人刘玉梅女士？啊，你记错了吧？我要指控的是这位大姐把这同志打了。坏了，中计了！知道该怎么做了吗？这大姐嚣张得很，当众就撒泼打滚，人家同志好心去扶，结果她上来就咬，几个人拉都拉不住，狂妄，实在是太狂妄了。不是这样的。老头，我早就提醒了你，不行就回家，是不是？你这万一是死在法庭上，这谁负得了责呀？是吧，审判长？审判长，我请求提交2份新的证据，分别是我方当事人的体检报告以及案发现场的道路监控。这么重要的证据，怎么在这时候才向这里提交？这不符合常理呀！院长，有人在法院门口捡到了这个，这是皇家律师。要不说越老实的人看着越坏呢，就这还张嘴让银行赔他20万，他怎么有脸呢？这老实人也是被人欺负狠了才会反抗。再说这视频半半拉拉，谁忠谁奸，还真说不好。这还说什么呀？人证物证都在这摆着，再怎么推卸责任也没有用啊！不是这样的，这是后面他们不让我走。你拿了银行的钱，我当事人当然不会放你走。然而你却暴力抗捕，多次袭击执法人员。审判长，事实就摆在眼前，法先者不能向，不法让步。不是，你们相信我，不是我。喂，要是人人都像你一样哭几声，杀个人都不算了，那法律干嘛？摆设吗？原告方，注意你的态度。审判长，这段录像一定是恶意剪辑，我要支持。爸，审判长大人，我们不告了，我认罪，我认罪。不能杀，不能杀！我想请问被告人以及被告人律师，你们明知道自己做了这些罪证，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服判决呢？我可不可以认为你们这是在对法院的挑衅呢？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李峰，你个混账！我爸都这样了，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放过我们？肃静，家属注意你的态度，再有一次直接赶出法庭。被告律师，你是否能继续参与诉讼？审判长，我申请休庭30分钟，给我30分钟调解。我反对。
如果再等30分钟，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庭审时长，此案证据确凿。反对无效，本席宣布休庭15分钟。爸，你没事吧？我送你去医院。我没事。子夏，出去了。啊，这跟你说，这是本案最关键的证据，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拿出来。都这样了，还怎么去啊？爸，我们告不赢他们的。没事。还有我，京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宋卫东申请辩护。俺不知道啥叫辩护，也不知道咋辩护。那你站起来干嘛？赶集的。那是因为俺知道做人要凭良心。王大哥两口子把俺家仨闺女都供上了大学，俺一直以为他们是城里的有钱人，但现在俺才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俺还难。他们是好人，俺是不懂法律，但这法律总不能寒了好人的心吧？这女的绝对是个托，你信吗？和尚，舆论的力量是最可怕的，咱们的视频经不起查呀。说得好，我们也要辩护，我们要质证，我们要质证，我们要质证，要质证，质证，我们要质证，对，我们要质证，我们要质证，我们要质证，要质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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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质证，我们要质证，要质证。肃静，被告，请从这些人里选出一位作为你的辩护人。大姐，选院长。是啊，院长当年是大名鼎鼎的首席大法官，有他在一定赢。我选他，我选他。审判长，我这儿有新的证据，这个证据可以把原告所有的指控全部推翻。反对，新证据需要在庭审前交由对方律师认证才能。你也该知道，我国最新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供新的证据。反对无效。这个是从案发现场不远处一个货车司机行车记录仪上拍到的事发全过程。我让你看看你的行车记录仪吗？那不行，师傅，我求求你了，我要救我爱人。我求求起来，把刚才把车推倒。哎，这他妈的畜生，禽兽不如！这视频怎么来的？你不是全毁了吗？我看你哪儿来的？我不知道。视频上看到的是何志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严重的执法范围。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未掏出执法证件，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他没证就敢执法，这跟恶意伤人有什么区别？早就该判死刑了。这种人，何志伟，城管局外包管理人员，无视法律法规，无证上岗，还在我当事人苦苦哀求、毫无反抗能力后，仍对他实施惨绝人寰的虐打，甚至还告上了法庭。更可笑的是，还通过了1审、2审，让受害人再次受到了毁灭性的伤害。审判长大人，我想问你，法律何在？正义何在？公道何在？审判长，除了这些证据以外，我申请传唤一位新的证人。反对，本案证人已经全部到场，额外证人并不会对本案宣判起到决定性作用。反对无效，允许带证人出庭。
妈的，你出卖我！原告，注意你的态度。对不起。证人，请如实描述你所看到的情形。我叫郑磊，隶属于静海市城管局3大队。那天事就这样，但我今天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今天在庭审之前，法院门口何志伟给我转了10万块钱，他跟我说，他让我趁乱袭击王律师，最好让他无法出庭。我没忍住，拿针砸了他。这是谁的？证人，请继续你的陈述。早上之后，我怕出事就跑回老家，发现我妈正在看直播。她跟我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一直默默资助我家大事儿就是王律师。我他妈就是个混蛋！证人，请你冷静，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有，我今天在赶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要对王律师动手，我就追了上去。但是没有追到。被告律师，你看清楚是谁了吗？我也没有看见，初步怀疑是何氏集团。是我，老子就是看他不顺眼，我想弄死他咋了？哎呀，那个证人也是我花钱让他改的稿，该怎么判就判吧。赶紧死刑！死刑！判死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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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死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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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死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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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静。本庭宣判，刘一梅议案人证物证属实，故意伤害罪、肇事逃逸罪、妨碍公务罪等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好，好，好，太好了。何志伟犯故意伤害罪、滥用职权罪、行贿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何少，一点好，赢了，就知道一定会赢。法律是人们心中最后一束光，这光不能灭。宋院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您要保重身体啊！我已经向首长申请，把全国首屈一指的脑科医生调来了。曹大哥，您可以安心去手术了。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就在我们内心深处，谁都无法达到，也接触不到，那就是希望。